此剑名叫独孤九剑，练此剑者需要用童男童女的血祭剑，用剑之人需断情绝爱。要想剑法大成，必须要杀一个至邪至恶的人，一个至亲至情的人，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。独孤九剑可以一分为九，再九剑归一。此剑能产生超强的剑气，可以碎石毁山。这把剑就是夏侯国太子的手中，他要用此剑光复国邦。江湖上还有一只装着藏宝图的玉箫，这只箫在后唐公主手中，他也要用此箫打开宝藏，招兵买马，光复国邦。一把代表权力的宝剑，一只代表财富的玉箫，谁才能完成复国大计？故事发生在5代十国时期，诸侯割据，战乱频生，人性争名逐利，正义道德沦丧。后唐被后晋所灭，后唐皇帝将一只藏着宝藏图的玉箫给了公主，让她带着笛子去找战神将军，招兵买马，光复国邦。燕国国师未得宝藏，派人四处追杀。大将军柳若雄和妻子赛小晶护送公主一路逃亡。这时，燕国的杀手追了上来，大将军让公主和妻子先走，自己和他们大战了起来。燕国杀手的武器个个奇形怪状，造成的威力如同大爆炸一样。大将军很快就被抓了回去，国师对他严刑逼供。公主担心大将军没有逃脱，赛小晶以为丈夫回来了，赶紧去前面寻找。公主想要找赛小晶，不料却意外走失，来到了一处禁地。只见一位英俊的少年正在练剑，少年名叫夏侯唐，他的剑法凌厉，招式利落。姑姑对他的剑法很满意，将独孤九剑扔给了他。夏侯唐本来就剑法高超，拿到独孤九剑更是如虎添翼。夏侯唐也被此剑的威力给征服，惊呼好剑。姑姑告诉他，要想练好此剑，一定要绝情绝义。姑姑将一个童女推了下去，夏侯唐还以为是稻草人，鲜血溅了一脸。夏侯唐不知所措，众人高呼太子神威，复国有望，跟随太子光复山河。原来这片禁地是被后唐所灭的夏侯国遗民，而夏侯唐就是他们的太子。姑姑这么多年严格要求夏侯唐，就是希望他练成独孤九剑，完成复国大计。而要练成独孤九剑，就要用童男童女的血祭剑。夏侯唐不想杀人，姑姑逼他不忘国耻，立志复国。夏侯唐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，姑姑却是信念不改，一心复国。夏侯唐不能接受这样杀人，姑姑说：“你不练，他们就会死。”居民们以命相逼，让他练剑。我不练剑也不杀人，就有2人自杀在他的面前。夏侯唐不想杀人，子民就自杀了一片在他脚下。夏侯唐没有办法，只好练剑。心地善良柔软的夏侯唐，却要用这种残忍的方法练剑。姑姑深谙夏侯唐的秉性，硬的来完了，再来个软的，国恨家仇焉能不报？又怎么能不练成独孤九剑？愤怒的他用剑气激起这咆哮的千层水浪。姑姑这边发现了公主，夏侯唐却是心性单纯善良，过来给公主通风报信来了。公主看到他杀女童的一幕，对他是很忌惮害怕，连忙奔跑逃走，远离他，却一个不慎掉进了河里，暴露了自己的女儿之身。夏侯唐看到国色天香的公主，忍不住对她一见倾心。公主在水里被蛇咬伤了，夏侯唐热心地扒开衣服就吸，瞧把公主都给气晕了。夏侯唐傻呆呆的后知后觉，然后把公主衣服给盖上了。公主终于是清醒了过来，是夏侯唐把她给藏起来了。夏侯唐想了解外面的世界，让公主讲讲外面是什么样的。性情单纯善良的2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。姑姑这时发现了公主，这里是他们的禁地，闯夏侯谷者死。还好赛小晶及时赶了过来，射出了一箭，这一箭威力惊人。一番激烈的打斗，2位女中豪杰的对决，在夏侯唐的热心帮助之下，他将公主成功的给带走了。夏侯唐对着离去的公主眺望，这时大将军也逃了回来，诉说他受的苦，自己宁死不屈，然后试探公主玉箫的事。晚上等大家都熟睡的时候，大将军将公主身边的玉箫盗走，献给了燕国国师。原来大将军为了荣华富贵，已经变成了叛徒。国师将玉箫扔进了火里，玉箫被烧毁了。国师这下知道玉箫是假的，大将军只好再次回去。赛小晶对丈夫卖主求荣很生气，柳将军却说他是为了公主着想。国师许诺不杀公主，赏爵封邑，保证她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公主却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赛小晶对丈夫真的失望至极，但也不忍真的杀了她，画地为界。从此之后夫妻情断。夏侯唐这边对公主生了相思病，姑姑却是明白他的心思，他直接将公主抓了回来，满足夏侯唐的心愿。这样的好姑姑还有吗？请给我也发一个。
夏侯惼不想强人所难，拉着公主一个劲儿地跑，要送公主离开这里。公主觉得这娘俩脑子不正常，但她还是原谅了夏侯惼。夏侯惼询问公主的真实身份，公主当然不能实话实说，只能跟夏侯惼这个傻白甜说自己是女将军的姐姐。公主还告诉他，你所谓的敌国也已经被灭掉了。赛小晶这边跋山涉水，终于在湖边找到了战神将军。小晶请求战神出山帮忙复国，朝代更迭，江山易主乃是正常，他以死相逼，请战神出山。公主还有未完成的使命，告诉夏侯惼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夏侯惼心性单纯，要跟他一起。公主骗了他，又怎能带他离开？两人各自有着各自的使命，夏侯惼却是真心想要帮他，叮嘱他做完事一定要回来。公主却是打算一去不回，纯真的爱恋永远是动人的，这种无奈却也是最遗憾的。公主将玉箫留下，离开了他，但国师已经追到夏侯谷，将谷内居民几乎屠戮殆尽。姑姑说是公主带人来杀的，战神也赶到，和国师打了起来，但国师道行太深，一招密宗大背手打得战神一直逃避，还好国师也受伤逃走了。夏侯惼从他们的对话中知道自己喜欢上的女人就是灭他国家的公主，居民也认为是公主带人杀了他们的家人，双方打了起来。看到自己人被伤，夏侯惼拿着宝剑指向了公主，但还是不忍心真的杀了她，丢了玉箫离开了。姑姑对他没有杀了公主很生气，给了夏侯惼一顿鞭子炒肉，逼他去杀了公主，光复国邦。夏侯惼终于放下对公主的感情，一心练剑，心中无情，拔剑自然神。公主这边，他父王的旧臣德康带着重兵赶了过来，一起过来的还有叛徒柳若雄。德康将公主先行带回了营地，要在此地招兵买马，立誓拥戴公主，光复国邦。德康带着柳若雄来向公主认罪，公主为了大局原谅了他。德康表面是拥戴公主，背地里也想得到玉箫，开启宝藏。他用公主不会武功的理由，让她交出玉箫，由自己保管。但战神此时出现，打破了他的计划。柳将军这边也假意悔改认错，也难免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劝说妻子帮公主保管玉箫。但是赛小晶立即清醒，不上当。德康和柳若雄为了得到玉箫，决定先杀死战神。姑姑为了给夏侯惼下决心，带着夏侯惼亲自火化了村民。这边二人假意和战神喝酒，却趁机在酒里下毒。战神也看出了情况不对，但他还是大笑着喝了下去。喝完之后，战神直接翻脸，拆穿了他们阴谋。战神告诉他们，玉箫在公主手中，但秘密只有我才知道。你死了之后，你们得到玉箫也没用。两人这下后悔了，想要帮他解毒。战神却一心求死，准备逃走。公主和赛小晶这时也赶了过来。战神还没说出秘密，就死在了公主身边。战神一死，德康立马逼公主交出玉箫。公主看着眼前这人丑恶嘴脸，德康马上就要绷不住翻脸了。公主没办法，将玉箫扔了出去。德康和柳若雄也抢了起来，玉箫直接被两人掰断，里面竟然装的只有一张白纸，白纸中的粉末竟然是毒药。原来公主给他们的也是假的，还在里面放了毒药。德康就这样被毒死了。柳将军倒是死也不忘玉箫，可惜他中毒已深，力有不逮，最终死在了自己的贪心之下。原来这一切战神早已料到，夏侯惼终于练成了一分为九，九剑归一的独孤九剑。但这还不够，要想剑法大成，必须要杀一个至邪至恶的人和一个至亲至情的人。至邪至恶就是他姑姑，至亲至情就是公主。夏侯惼提剑杀死了自己的姑姑，可他也是人，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夏侯惼经此一事已经不同，公主这边经过此事，也不再利用玉箫复国，他要去找夏侯惼，准备隐居山林。但国师手下杀了过来，他们也是为了夺取玉箫而来。小晶一个人对战他们，但是终究还是寡不敌众。正当危险的时候，夏侯惼带着独孤九剑赶来了，他却是来杀公主的。但国师手下还以为抢玉箫的，夏侯惼一刀就解决掉了他们，接着用剑气砍向了公主。赛小晶替公主挡了这一剑，身上的盔甲都被砍碎。国师手下再次冲上前来，被入了魔的夏侯惼给团灭了。这时国师带着弟子也杀了过来，夏侯惼控着独孤九剑朝他刺了上来。国师用内力挡住了这一剑，夏侯惼将剑召唤了回来，用剑气砍了他一刀。国师只好放自己的大绝招先天无极，混元归一。四大弟子将内力传给了他，夏侯惼冲了上去，却砍不动他们。国师身上红光大显，弟子们也转了起来，召唤出了闪电，打向了夏侯惼。国师的身体也越来越膨胀，弟子也被吸干。夏侯惼赶紧放出了独孤九式，膨胀的国师内力大增，一抬手就破了死招，接着放出了
火焰砸向了夏侯惼，最后放出了混元无极。夏侯惼也放出绝招，剑气直接把国师砍爆了。夏侯惼追上公主要杀了他。他刺了公主一剑后，看到公主的泪珠，却又不忍心下手了，想起了他们的快乐时光，与公主手牵手放下了仇恨。最后，夏侯惼拿出这把代表权力的独孤九剑，公主拿出可得天下财富的玉箫，两人将剑和箫都扔落山崖，决定放下恩怨，归隐山林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《天剑绝刀之独孤九剑》又名《侠女传奇》，是俞明声导演1992年上映作品。剧情简单，但是感觉很是痛快。李大美人果然是港姐中的港姐，惠英红和一众演员演技也挺好。虽然是老电影了，但是画面清晰。各位有想看的电影可以留言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